大年初一，我本应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，却突然接到了紧急报警电话，称有孩童从楼上坠落至我家，成了脑瘫患者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驾车如飞般赶回家中。一进门，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惊不已。我家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，整层楼板仿佛被剥去了外皮，仅靠一层薄薄的钢筋苦苦支撑。楼上的邻居一见我，便如同猛兽般冲进我家，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敌意。你们就是杀人凶手，还我儿的健康来！面对他们咄咄逼人的气势，我心中的怒火也被瞬间点燃。你们是不是疯了？楼板是你们擅自破坏的，与我们何干？我反驳道。我还没找你们索赔我家天花板的损失呢。为首的男人眼中布满血丝，脸色黝黑，嘴角挂着一丝狰狞的笑容。胡说八道！我们以前住竹楼时，中间只隔一层竹子都安然无恙，怎么换成钢筋混凝土就出事了？分明是你们偷工减料，害我儿受此大罪。他边说边逼近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淫邪的光芒，让我感到极度不适。我下意识地后退几步，心中暗叫不好，为什么偏偏在新年之际让我遭遇如此棘手的事情？我毫不犹豫地拿出手机，决定报警处理此事。就在我拨打报警电话的瞬间，他们一家人如同饿狼扑食般扑了上来，有的按住我，有的夺过我的手机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瞬间粉碎。你这无耻之徒，还敢报警？我不过是让你赔偿罢了，你若报警，恐怕得蹲监狱。他朝我地上的手机吐了一口唾沫，眼神中充满了威胁。要么你给我100万，买断我儿子的命，要么你就给我再生一个儿子。他边说边欲伸手向前，我吓得浑身颤抖，被他们一家人紧紧控制住，根本无处可逃。我心中暗自叫苦，这家伙现在对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，我该如何是好？我咬紧牙关，强作镇定。你敢碰我，我让你蹲监狱，信不信？他却不屑一顾，胡说，你们家豆腐渣工程，到哪里我都有理。我看你也没钱，那就让我快活一下，咱们俩生个儿子算了。正当我陷入绝望之际，邻居大哥听到了我们这屋的动静，用力地敲了敲门。开门！男人不耐烦地去开了门，张口就是一阵谩骂。幸运的是，邻居大哥机警地认出了他们，连忙闯了进来。楼上一家也在这时候放开了我，我像看到了救星一样，跑到邻居大哥的身后，快报警，他刚才要强奸我。男人却矢口否认，我稀罕动你，长得跟豆芽菜似的，一看就不能生儿子。他边说边在我的沙发上大咧咧地坐下，仿佛这里是他的领地。他家其他人更是毫不客气地翻起了我的冰箱，试图找点什么东西吃。很快就找到了我花大价钱买的冰激凌，他爸妈毫不客气地拆开吃了，还递给沙发上的男人一个。孩子，你也来尝尝，味道还算不错。目睹他们在我温馨的家中如此放肆，我的怒火如同火山般喷发而出，却无处宣泄。此刻我的手机已被他们无情地摔碎，报警无门。我不得不暂时避难于邻居大哥的家中，请求他们代为报警。我向邻居夫妇详细讲述了我的遭遇，他们听后同样义愤填膺。你都不知道，就因为这一家子，我们的春节都没过好。邻居大哥愤愤不平地说，每天清晨6点，他们就开始乒乒乓乓的装修，根本不让人休息。谁知道他们其实是在破坏地板。我们若是上楼敲门，还会被他们恶言相向，说我们多管闲事，他们装修自家，与我们何干？看来这一家人的行为已经激起了众怒。
我眉头紧锁，你们没有报警吗？告诉警察，他们扰乱公共秩序啊！邻居姐姐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根本没用，我们年前就报过警，警察说大过年的，调解了这事，两边劝了劝就算了。那男人也答应的好好的，结果第二天我们一开门，门口一堆垃圾，汤汁四溢，洒满了整个过道。我皱着眉头，想象着大过年的看到这一幕，心情肯定糟糕透顶。那后来呢？我追问道。邻居大哥接着说，后来我们又报警了，但折腾一番后还是无济于事。这家人每次都是满口答应，但一转身，他们依旧我行我素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？过年那天我一出门，门口一大堆用过的婴儿纸尿裤，恶心死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都能想象出当时的画面，肯定觉得非常不吉利。但这一家人就是蛮横无理，报复心极强，只要他们不犯大错，根本拿他们没办法。报警半小时后，几名警察迅速赶到了现场。我指向我那敞开大门的家，仿佛一扇通往灾难的大门。几个人正悠闲地坐在里面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，仿佛他们已经将我的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领地，享受着本不属于他们的舒适与安逸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！我愤怒地指着楼上的一家人，这难道不算非法闯入吗？就在我刚结束陈述的那一刻，几个身影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牵引，齐刷刷瘫倒在地，泪水如泉涌般涌出，他们的心灵似乎遭受了难以言喻的重创。警官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儿子在他们家不幸坠落，至今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一位中年男子声嘶力竭地喊道：他们家的天花板质量低劣，如果不是偷工减料，我儿子怎么可能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？他身旁的女子也愤愤不平地补充道：警官，我儿子真的太可怜了，您一定要为我们讨回公道。他们的情绪愈发激动，几乎要失控。警察紧锁眉头，眼神中充满了疑惑。他转向我询问道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擅自更改了地板结构，导致自己儿子不慎坠落，现在却反咬一口，真是颠倒黑白。我愤怒地指向他们，声音因激动而颤抖。这时，地上的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地哭诉起来，就是他家的天花板太薄了，才害得我儿子掉下来。警官，我也是为人父，我怎么可能让儿子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？我只是想稍微调整一下地板厚度，铺上地毯，让儿子更舒服些。谁曾想他家的天花板如此不堪一击。他边哭边解释，仿佛真的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儿子还在医院里受苦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哀伤。我站在原地，目瞪口呆，完全没想到他们竟能如此歪曲事实，信口雌黄。你胡说！你刚才还让我给你生孩子，还说你儿子已经不在了，你根本不在乎他的生命。我愤怒地反驳道：你有证据吗？他立刻用犀利的眼神盯着我，虽然泪光闪烁，但那虚伪的面容却让人不寒而栗。警察再次皱起眉头，审视着我们双方，然后说道：你们的情况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，现在请跟我们回警局一趟。我们一行人跟随警车前往警局，在警车上，这几个人依然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不断诉说着他们儿子的悲惨遭遇。我被安排与那位男子并肩而坐，没想到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，一边竟悄悄伸出手，试图触碰我的背部。我迅速反手一拍，高声质问：你想干什么？他立刻换上一副无辜的表情：这地方太窄了，我活动一下都不行嘛。你以为我要占你便宜？你想太多了吧？我眉头紧锁，
对前方的警察说道：“警官，他刚才确实想碰我。”一边讲述他儿子的不幸，一边企图占我便宜，这种行为简直令人发指。怎么可能？警官，您看我这副样子，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吗？我儿子还在医院生死未卜，我怎么可能有这种念头？他边说边擦着眼泪，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。你这小姑娘怎么能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？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指责，或许是他的演技太过精湛，竟赢得了警察的同情。警察立刻皱起眉头问我：“他真的触碰你了吗？”我连连点头确认，但他却矢口否认：“我只是伸个懒腰而已，你能不能不要污蔑我？警官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。”警察转向我：“也许你真的误会了，他并非故意触碰你。这样吧，我让同事和你换个位置。”我皱眉看向那位男子，他脸上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那油腻的表情令人作呕。抵达警察局后，我们各自接受了笔录。也是在这时，我才知道这位男子名叫牛达。警察首先要求牛达一家离开我的住所，谁知在警局里，牛达完全变了个样，表现得彬彬有礼，谦恭有加。好的，警官，我完全配合您的工作。之前确实是我冲动了，我太担心我儿子的病情了。我们家条件不好，只能选择这种错误的方式。他说道：“我们现在就离开。”看着他这副截然不同的面孔，我内心翻涌着惊涛骇浪。他如今扮演着受伤儿子的父亲、受害者的角色，而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却成了加害者。警察面露难色地看着我：“姑娘，孩子确实是在你家摔伤的，不论责任归属，根据我们的经验，你可能需要支付一些赔偿金。”牛达听到这番话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得意，但他还是装作受害者的样子说：“感谢警官的理解，我也想和这位姑娘好好商量赔偿事宜，但她一直不同意。我儿子伤得这么重，他怎么能如此冷漠？”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指责。经过一番争论，所有的责任似乎都落在了我的肩上。警察建议我们私下解决，回去慢慢商讨赔偿事宜。赔偿他们？我简直要疯了！我内心呐喊着，若非因为他们这桩事，我现在应该还在老家欢度春节。我来到邻居大哥家，向他们倾诉了这件事，他们也显得无能为力。妹子，看来牛达是看你一个小姑娘好欺负，故意刁难你。你最好赶紧让家里人来帮忙，否则会被他欺负得更惨。邻居大哥说道。此外，你最好去医院看看那孩子的伤势，恐怕你只能破财消灾了。但要注意，别被他们漫天要价。他补充道。我眉头紧锁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这个受害者还得掏钱赔偿，这是什么世道？但经过深思熟虑，我认为邻居大哥说的很有道理，我应该去医院看看情况。于是第二天，我便前往牛达儿子住院的医院。这一看，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病房里，牛达竟然毫不客气地躺在病床上，而他的妻子则抱着正在输液的孩子，坐在一旁的椅子上。一时之间，竟让人分不清谁才是病人。这时，牛达喊口渴，让他的妻子去倒水。他的妻子因为抱着孩子行动不便，便拒绝了。谁知牛达竟然一巴掌挥了过去。他的妻子在遭受打击后，整个人仿佛被雷击中了一般，愣怔了片刻。然后他缓缓站起身，手捂着面颊，将孩子托付给了临床的一位病人家属。接着他端着水杯，踉跄着走出病房，为牛达去打水。牛达的这一行为立刻激起了病房内其他人的愤怒，他们纷纷指责道：“你这个年轻人怎么可以这样？
你的妻子这几天不辞辛劳的帮你照看孩子，你为何还要动手打她？牛达立刻站起身，眼睛瞪得滚圆。怎么？我花了3万块钱娶的妻子，难道还不能打？当初娶她就是为了让我发泄怒气的。如果你们中有人说不能打，那么谁就代替她成为我的出气筒，或者我可以把这女人以3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你们。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蛮横和无理，周围的人纷纷露出了无奈的表情，选择了沉默。毕竟与这样一个无赖争论毫无意义。牛达见周围人不再言语，便得意的躺下，嘴里还不停的嘀咕着，言语间充满了污言秽语。就在这时，牛达的妻子提着水壶回到了病房，动作轻柔的将水杯搁在了他的床边。水来了，你喝点吧。言罢，他温柔的抱起孩子，继续在怀中轻声细语的安抚着。牛达仿佛完全忽视了妻子和孩子的存在，毫不客气的拿起水杯，大口大口的灌了起来，水珠沿着他的嘴角滑落，溅在杯沿上。喝完水后，他随意的一抹嘴，将水杯粗鲁的往桌上一扔，便准备躺下休息。他全然不顾一旁坐着的母子俩，那份自私与冷漠与他平日里在警局里的形象截然不同。牛达的妻子看着孩子打完针，而牛达早已酣然入睡，鼾声如雷。病房里的其他人纷纷被这噪音逼得逃了出来，唯有他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。打完针后，他带着孩子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让孩子躺在冰冷的铁椅上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走过去坐在他旁边，轻声问道：你就一直这样忍受他的欺压，从不反抗吗？牛达的妻子默默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，却终究没有开口。我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我住在你们楼下，这孩子是在我家楼上坠落时受的伤。如果你愿意为我作证，证明这是牛达擅自改动楼板所致，我可以帮你提起离婚诉讼。我有个哥哥是律师，你完全可以放心，我们一定能帮你成功离婚。没想到牛达的妻子却以一种奇异的眼神看着我，随即紧紧抱住孩子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愤怒：你走吧，是你害得我儿子坠落，现在马上离开。和我说这些没用，快走。我一时语塞，难以置信他会如此反应。我本意是想帮助他，生怕他把我当成恶人。我连忙耐心解释，你孩子的遭遇我也很难过，但他坠落确实是因为你丈夫擅自改动楼板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你愿意帮我，我也能帮你摆脱这段婚姻。没想到他情绪更加激动起来，将孩子放在长椅上，起身指着我，高声说道：我让你走，你没听见吗？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我不会离婚，你马上离开，就是你害了我儿子，想不赔偿没门儿，快走。我咬紧牙关，黯然神伤的离开了。有些人注定要承受苦难，这不是我能救赎的。我不该滥用自己的同情心。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家人还不知道我为何匆匆回家。母亲责备我为何突然归来，我详细解释了原因，家人顿时恍然大悟，纷纷表示愤怒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在这里受到了轻视，他们把我当成了软弱可欺的人。于是家人立刻吩咐家中的壮年男子赶来，他们还在路上，我却遭遇了牛达的挑衅。我本来想回家拿些东西，没想到却被他堵在了家门口。门刚一打开，牛达那张令人厌恶的脸就映入眼帘。他猛地一脚踢开门，毫无礼数可言。听说你去医院了，想让我妻子给你作证，你脸皮可真厚。他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我皱起眉头，语气坚定，这件事本来就和我无关，
赔偿是不可能的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牛达却露出一抹冷笑，你若不愿赔偿，何不替我生个孩子？反正那孩子已经成了脑瘫，长大后也没什么用，不过是个废物罢了。我终究得再要个孩子，你若愿意替我生育，就不用赔偿了。我震惊于他竟能说出如此禽兽不如的话来，原以为他只对妻子无情，没想到他对自己儿子的生命也毫不在意。你这个禽兽，你可曾想过你儿子的伤全是因为你？若不是你擅自改动楼板，他怎么会受伤？而你现在却如此冷漠无情。我当然冷漠，我筹钱可不是为了给他治病。如果那孩子能为我赚一笔钱，也算他没白当我儿子，我就让他进我家族谱。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怒视着牛达，那你筹钱干什么？自然是再娶个老婆。他面露邪笑，现在我老婆已经不能生育了，这个孩子还是当初好不容易怀上的，我还不如另找个年轻漂亮、身材丰满的女人，这样生儿子肯定能一击即中。人的恶心程度竟然能到这个地步，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。牛达似乎没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，继续说道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愿意和我生孩子，我就不向你要赔偿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就赔我200万，这是我儿子的命钱。你儿子还活着呢，你这么说也太急了。他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，那又怎样？不过是迟早的事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就像个植物人一样活着，也只是给这个世界增添阴影罢了，说不定我还得帮他一把呢。我如同火山爆发般指着门外怒吼，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！牛达眉头紧锁，仿佛乌云压顶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。我狠狠地啐了他一脸，你这个恶心透顶的混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给你1分钱，马上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我会请最好的律师，这件事没完。你这种禽兽，一辈子都不配拥有孩子，将来也永远不会有。我的话似乎激怒了他，他咬牙切齿地盯着我。好，你说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300万，你别想摆平这件事。我就像幽灵一样缠着你，让你把钱给我，让你永无宁日。他的眼神如同深渊般可怕，语气中充满了邪恶的威胁。将牛达赶走后，我迅速收拾了几样必需品，立刻搬到了别的地方居住。毕竟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天花板上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洞。我搬到了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住下，随后又去医院看了看。毕竟上次去的时候太匆忙，没来得及仔细了解那孩子的状况。这次牛达不在，只有他的妻子在照顾孩子。于是我假装成他们家的亲戚，向护士站询问了一下孩子的情况。护士翻看着病历本，语气带着惋惜，孩子颅脑损伤太严重，即便做了手术，以后大概率也是植物人状态。不过牛达倒是奇怪，昨天突然要求给孩子停药。我心里一沉，果然如他所说，对这个儿子毫无怜悯。正说着，牛达妻子抱着孩子从走廊尽头走来，我连忙迎上去，妹子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别被牛达蒙骗了。他根本不在乎孩子，只想利用这事讹钱。他眼神空洞，像是没听见我的话，径直往病房走。我快步跟上，挡在他面前。你想想，孩子出事那天，他是不是在疯狂砸地板？我家天花板都被他弄穿了。他终于有了反应，嘴唇微微颤抖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还护着他？我忍不住提高声音，他昨天说筹钱是为了再娶老婆，根本没打算给孩子治病。这话像根刺，扎得他浑身一颤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能怎么办？他突然崩溃大哭，
我没娘家，离婚了带着孩子能去哪？牛达说要是敢作证，就把我卖到山沟里。看着他绝望的样子，我又心疼又愤怒。跟我走！我拉起他的手，我哥是律师，一定能帮你摆脱他。孩子的医药费我先垫着，不能让他这么活活等死。他却猛地甩开我的手，惊恐的后退。你别害我！牛达说要是和你扯上关系，他会杀了我和孩子。就在这时，牛达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好啊，果然在这勾引我老婆。他冲过来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想抢人。先问问我手里的刀答不答应。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，抵在我的脖子上。周围的人吓得尖叫着散开。我强作镇定：牛达，你敢杀人，警察马上就到。他却狞笑一声：警察？我在局子里有人，上次不就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？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怒吼传来：放开他！我定睛一看，是邻居大哥带着10几个壮汉冲了过来。原来我提前给邻居大哥发了消息。牛达见势不妙，一把将我推向旁边的病床，撒腿就跑。邻居大哥他们哪会放过他，追着他跑出了医院。我顾不上喘气，转头看向牛达妻子：快跟我走，趁他现在没空。他却抱着孩子缩在墙角，浑身发抖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！我急得直跺脚。你留下来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他突然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冷漠。都是你，害我儿子受伤，害我们家变成这样。你走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我彻底愣住了，没想到自己一番好心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家人打来的。小云，我们到了。听说那混蛋还敢威胁你，看我们不把他骨头拆了。我苦笑着说：不用了，他已经跑了。不过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。还没说完，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。透过窗户，我看到牛达带着一群混混回来了，手里拿着棍棒，气势汹汹。给我把他揪出来！牛达指着我住的病房大喊。我连忙关紧房门，用病床抵住。家人和邻居大哥他们也赶了回来，守在门口。小云，别怕，哥哥在电话里说，我们带了家伙，今天非得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看看。我心里一阵感动，有家人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开门！再不开门，老子一把火烧了这医院！牛达在外面叫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窗户，对着下面喊道：牛达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？你擅自改动楼板，导致孩子受伤，这是铁证。我已经把所有证据交给律师了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牛达仰起头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。证据？你以为那些能有用吗？我上面有人，你今天要是不拿出300万，我就让你和你家人陪葬。这时，一辆警车呼啸而来，几个警察跳下车，大声喝道：都不许动！原来是护士刚才报了警。牛达见状，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嚣张。警察同志，他打人，还想抢我老婆孩子。我冷笑一声：警官，他非法闯入我家，威胁我，还拿着匕首想杀人。医院的监控都拍下来了，还有他擅自改动房屋结构，导致孩子受伤，现在又想放弃治疗，这是故意杀人。警察皱起眉头，看向牛达：是这样吗？牛达突然换了副可怜的模样：警官，他胡说，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怎么会害自己的孩子？他想逃避责任，才故意诬陷我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牛达的妻子突然抱着孩子冲了出来，跪在警察面前：警官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牛达为了讹钱，故意破坏地板，还不让给孩子治病。
牛达脸色骤变，冲过去就要打他。贱人，谁让你多嘴的？两个警察眼疾手快，一把按住了他。牛达疯狂挣扎，破口大骂：你这个臭婊子，敢背叛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警察给牛达戴上手铐，冷冷地说：跟我们回警局吧。看着牛达被带走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第二天，我正在医院照顾孩子，突然来了一群自称是牛达亲戚的人，领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男人。他恶狠狠地说：你把牛达弄进局子，这笔账得好好算算。我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目光，他违法犯罪，这是他应得的下场。你们要是敢闹事，我马上报警。男人狞笑一声：报警？你以为警察都是你家开的？说着，他一挥手，几个人冲上来就要动手。就在这时，哥哥带着一群朋友赶到了，手里拿着棒球棍。谁敢动我妹妹？哥哥大声喊道。双方剑拔弩张，一场混战一触即发。关键时刻，更多警察赶到了，将两拨人分开。都住手！警察厉声喝道：再闹事，全部抓起来！牛达的亲戚们见状，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可我知道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和家人不断收到恐吓信，车子被划，家门口被泼油漆。我没有退缩，反而把所有证据整理好，交给了媒体。很快，这件事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网友们纷纷谴责牛达的恶行，要求严惩凶手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警方加快了调查进度。原来牛达背后真的有保护伞，那个和他勾结的警察也被停职调查。然而，就在一切看似即将尘埃落定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牛达的妻子突然带着孩子失踪了，只留下一封信：对不起，我害怕，我只能带着孩子躲起来。谢谢你的帮助，但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。我看着信，心里一阵失落。我以为能帮他摆脱苦海，可最终还是没能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牛达因为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但他在入狱前还恶狠狠地说：你等着，等我出来，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这件事虽然告一段落，但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创伤。我卖掉了那套房子，离开了这个城市。临走前，我去了孩子失踪的地方，在那里放下了一些钱和生活用品。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看到，但我希望他们能平安。3年后，我在南方小城经营着一家民宿，日子平淡却安稳。直到那天，一位戴着宽檐帽的女人带着孩子推开民宿大门，孩子空洞的眼神和扭曲的肢体，让我瞬间想起牛达的儿子。一间房，女人嗓音沙哑，刻意压低的帽檐下露出脖颈处的淤青。我接过身份证，登记姓名栏赫然写着王梅。呼吸一滞，我强装镇定地递上房卡。2楼右转，有电梯直达。深夜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我。王梅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，怀中孩子发着高热。求你！医院不敢去他身后的巷口，几道黑影若隐若现。我迅速将母子俩拉进房间，拨通了做私家侦探朋友的电话。10分钟后，朋友带着人赶来，在民宿后巷截住3个鬼鬼祟祟的男人。为首的赫然是牛达的弟弟牛强，他口袋里露出半截电击棍，冷笑：臭娘们，躲了3年，还不是被老子找到。我攥着棒球棍挡在王梅身前，朋友亮出执法记录仪，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牛强脸色骤变，转身想逃，却被扑倒在地。警笛声由远及近时，王梅终于崩溃大哭。
他颤抖着解开孩子的襁褓，后腰处触目惊心的烫伤疤痕狰狞可怖。牛达出狱了，他说要让孩子解脱。1个月后，我卖掉了民宿，带着王梅和孩子回到老家。在新建的安全屋里，我将牛达出狱后跟踪威胁的证据交给扫黑办。监控画面里，牛达举着汽油瓶在民宿外徘徊的样子，与当年他踹开我家门时如出一辙。法庭宣判那日，我带着王梅旁听。当听到牛达因绑架未遂、故意伤人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时，后排传来牛达父母的哭嚎。我望向身旁紧握孩子的王梅，她眼底终于有了一丝光亮。走出法院，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王梅突然停住脚步，从包里掏出一封泛黄的信。这是当年你留的。其实我一直都想，话未说完，泪水已滴落在信纸上。当晚，我在家庭群里发了条消息，家里添了2个新成员，配图是孩子第一次用变形的手指握住蜡笔的照片。